砗磲都濒危了，日本为啥还将它做成刺身，卖到610份？2019年6月份，一位游客发文感谢酒店提供的美人棒砗磲。该网友在三亚太阳湾酒店吃完这种前所未见的海鲜之后拍照留念，并请求服务人员帮他清洗好贝壳保留下来。在这位游客提供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确认他吃的海鲜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磲。2017年1月开始，海南政府就已经明令禁止非法采集、打捞、加工以及售卖砗磲的行为。该酒店不仅非法捕捞，还将砗磲烹饪之后进行售卖，这已经是严重违法行为。在我国被列为保护动物的砗磲，在日本却被做成刺身卖出$100一份的价格。这位厨师正在处理砗磲，只见他拿着一把小刀，轻轻松松将砗磲戳开，取出里面的肉，切成小片，做成刺身。这样一份在日本能卖出$100，也就是600元人民币。这种做法在日本非常常见，而餐厅老板声称这并非砗磲，而是大型蛤蜊。这种说法着实把人当傻子，谁见过这么大的蛤蜊呢？砗磲和蛤蜊在外形上存在很大区别，砗磲的贝壳又大又厚重，表面十分粗糙，在闭合状态下看起来并不漂亮，但是在海洋里张开贝壳的时候，它的体内色彩鲜艳，外套膜更是呈现五彩斑斓的颜色。这样的贝壳可以被用作贝雕原料，小型贝壳还具有观赏价值，或者被烧制成石灰。砗磲已经成为濒危物种，日本人却将它做成刺身进行售卖。他们从哪里打捞的砗磲呢？其实从2战之后，日本就开始捕捞砗磲了。那个时候食物资源短缺，人们将目光放在了海上，像是海豚、鲸鱼以及各种海鲜都被他们捕捞起来作为日常的食物。像是砗磲这种体型较大的海鲜，他们自然也不会放过。砗磲被称为贝王，最大的体长能达到1米，重量在300千克以上。日本人对砗磲的打捞有多疯狂呢？在1975年的时候，日本砗磲的年捕捞量还在578吨左右，短短20年的时间内，砗磲的年捕捞量已经减少了85%。不只是砗磲，各种海洋生物的数量都在不断减少。砗磲作为海洋中最大的双壳贝类，具有很高的食用价值、药用价值以及观赏价值。砗磲的市场潜力非常大，在我国以前也有很多人将砗磲贝壳肌肉制作成干贝，导致砗磲大量开采，如今已经濒临灭绝。为了保护砗磲，我国已经投入砗磲的繁育工作，进行商业化的繁殖。在日本，砗磲肉主要被做成刺身或者是寿司的辅料进行售卖，市场需求非常大。从1975年的600吨产量已经下降到如今的100吨。砗磲的繁殖速度赶不上人们打捞的速度，这几年来数量锐减，或许有一天会在日本灭绝。看到眼前这种精致漂亮的工艺品勺子，千万不要购买，这是在前段时间广西友谊海关查获的一些由我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砗磲制成的工艺品。从2019年三亚某酒店仍在非法售卖砗磲来看，一些围绕着砗磲的违法产业依旧在秘密进行，甚至有人公然在网络上询问砗磲手链的价钱，以及怎样辨别砗磲的真假。在某些平台，我们也可以看到由砗磲制作的工艺品以及手串等等，但我们无法分辨它们的真假。如今来看，砗磲已经被制作成了各种文玩，而拥有砗磲制成的工艺品似乎已经上升成了一种文化。其实在我国古代，砗磲就已经被各种玩家玩出了新高度，在文人的吹捧之下，砗磲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意义。像是有些品质好的砗磲工艺品还被赋予了神秘色彩，比如说砗磲制成的珠串会被人们说成不仅具有观赏价值，长期佩戴的话还具有养护身体的效果，这就让砗磲的身价水涨船高。在过去，砗磲打捞起来相对困难，打磨技术也比较落后，只有达官贵人才能获得由砗磲制成的工艺品。近几十年以来，不管是打捞、打磨还是雕刻技术都在飞速发展。在商家的吹捧以及砗磲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前提下，砗磲的市场需求量越来越大，价格也越来越高。如今它已经成为普通人也买得起的玩物。以上提到说，砗磲具有观赏价值和食用价值，被打捞上来之后成为餐桌上的海鲜，经过打磨之后的贝壳也被雕刻成了各种工艺品以及手串等等。如今各个国家已经开始人工养殖砗磲，而想要让野生砗磲数量得到真正的恢复，还是要禁止砗磲的买卖，这样才能尽可能的减少伤害。